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我是黄牛，不是首发体验啊，应该是第2天了带来这个小米刚刚发布的大师电视这个名字它就叫大师这个没有一个什么具体的这个型号。我坐在这里，像不像一大师？特像一电视购物大师。售价呢是12999，这绝对是小米电视里边现在售价最贵的了。即便放在这个电视市场里边也算是一个不便宜的价格了。这个电视可讲的部分真的还是挺多的。不客观的点，小白测评马上开始。忘了说了，记得3连本视频点赞、收藏、投硬币，感谢其实小米在电视领域呢，已经算是耕耘的比较深了就是连续5个季度它都是出货量第一这个呢有2个原因，第一个就是智能电视的这个兴起，正好呢小米呢就着它这个智能手机呢搭上了这波车，还有就是呢跟随小米手机一起成长起来的这波用户，正好成年了，然后成家了，买房子了，要买电视，所以说小米的这个品牌属性呢还是比较强的。另外第3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价格，咱们不得不说除了这个大师之外，这些小米的这个电视价格都非常的便宜，这个相对来说都是价格屠夫。首先是边框上差不多也就是1厘米的这个边框，这个作为65寸的来说，这个边框已经是非常窄了。设计点上呢有3个。第一个呢就是它的这个底座采用的是一个玻璃的这个材质，这个在所有电视的底座里边都是比较少见的。反正就是放着也不动嘛，就是比较容易落灰，比较明显，到时候你记得擦一下。如果你离远看的这个玻璃呢，正好有这个屏幕的反光，所以说你感觉这个屏幕是有悬浮的感觉。这种设计呢不是小米第一次用了，之前在 LG 的显示器上也用了这种悬浮设计后来也有很多品牌来模仿挺精致挺漂亮的，而且下边有这种防滑的胶垫。第2个设计就是呼吸灯在这个正下方，这个你在呼唤小爱同学或者说开机的时候能够看到更显得这个电视更加精致一些第3个呢就是这个电视的背面，后背非常齐整，然后所有的接口呢摆放也比较合理这样你在后边看的时候也还 OK。 OLED 的这个电视第一个特性就是非常的薄，这个电视上面这个最薄的部分 4.6毫米这非常薄了已经，以至于我们拆这台电视的时候都不敢使劲碰上面这个角。哎呦，我感觉是不是一下就把它给掰折了那种感觉，就是特别的薄。下2/3呢就比较厚了，因为是它的整体的扬声器系统，后面呢我们也会讲到。OK， 第2个最重要的就是这块65寸的来自 LGD 的 OLED 屏幕了这个屏幕呢，先把参数给大家打出来就是目前65寸 OLED 电视的顶级参数全部都有全部都有，比如说 HDR10什么杜比世界杜比全景声，然后10比特10比特的意思就是它可以显示10亿种颜色这个如果要是再让你感知强一点，就比如说放夕阳照片的时候，它的过渡就会更加的明显，这个色阶感呢就不会那么的强，就没有那种断层感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应用。下一个非常关键的就是支持杜比世界这个对于色彩呢就是更加艳丽更加漂亮这个很难形容线下门店去看一看才能感知那种跟 LCD 电视的这个差别。正好我们也来说一下 OLED 电视跟 LCD 电视最大的一个特性区别就是 OLED 它可以控制每一个像素点的单独开关这也就意味着它黑的就可以黑得更彻底，就是几乎接近于0尼特，就无限接近于0尼特然后 LCD 呢它是有一个分区背光的这个概念，我估计你关注电视呢应该知道，比如说32分区或者说16分区这种你不管再多分区你也没有人家这单个像素都是可以单独控制的。那你在某东搜一下65寸 OLED 电视看一看，普遍的价格基本都在15000到2万之间现在最便宜呢应该是飞利浦的那个，然后是9999，不过那个配置上呢没有这个高。还有几个大家比较常见的参数，比如说120赫兹这就是120赫兹的屏幕，而且它支持120赫兹的 MEMC 的插帧技术这个 MEMC 呢中肯的跟大家讲的就是现在所有的这个电视，不光是小米的这个其实这个支持都不是太好。我建议你到手之后呢可以把它关掉，然后呢比如说你看足球的时候这种运动的这种场景的时候你可以把它打开。也有些人呢不太喜欢 MEMC， 为什么？就是因为它管理现在没有那么好嘛，就比如说时而会出现比较肉的那种情况，如果你看动作片的时候我建议就把它关上另外还有就是它这个色准方面 Delta E 小于 1.5
之前在手机测评中呢，我们提到过很多次啊，这现在的顶级屏幕呢，它都是小于1的。那你说 1.5 是吧？感觉还大了一点。你要知道，这可是一块65寸的啊，它低多少台手机？可以弹幕走一波，低多少台小米10手机啊？反正就是它这个屏幕非常非常大，这个是不一样的。然后还有就是延迟方面，它这个官方宣称呢是这个零延迟啊，但是呢它是分模式的。他说的这个零延迟在哪儿呢？是在显示器模式切换到的时候，然后会零延迟啊。不过呢不可以调色温啊。另外还有一个对于游戏机玩家非常重要的参数啊，它可以输入 4K 120帧的视频源的。它后边的接口方面有一个 HDMI 2.1的接口，带这个接口对于主机玩家真的非常实用，因为比如说 PS5啊，或者说Xbox One X 呢，它都会支持这个更高的，比如说最高已经到了 8K 60帧啊，对于很多大作游戏有这个更完美的支持。这次这个大师电视呢，有一个词叫音画双绝啊，这个画没什么问题，这个音呢就是全部在它这个后边了，就是它这一套65瓦的音箱系统，这个官方给这个名字呢叫深海。它没有在前面呢，比如说像那个华为的智慧屏那样在下边就直接让你看到，我们直接用左右声道单独的双麦克风让大家感受一下，要戴上耳机哦。声音反射呢，之前我们给大家讲过，就是它有2个麦克风呢是冲上的，就是射到墙上，是吧？就是射到墙上，真的是就射到墙上，然后反过来。如果你了解回音壁技术的话，对这个应该并不太陌生。其实就是这样过来，就是感觉声音在你头顶的那种感觉。硬件配置方面呢，除了这个最重要的屏幕之外呢，处理器它是使用了一个 MTK 的9650，4核173，3G 的 RAM，32G 的 ROM， 而且呢，它是最高支持到了 WiFi 5啊，这个是芯片这块的啊，这个它还没到这个 WiFi 6啊。不过日常体验上呢，是绝对没有什么问题的。我们体验完之后呢，还有几个小的细节。首先是这个遥控器，这个遥控器啊，这个质感真的非常非常强，这个全金属的，非常漂亮，比我们家那塑料好太多了。第二个就是基于这块 OLED 的屏幕呢，还做了一些软件上的小设计，比如说息屏显示。你看一看这个界面，是不是非常熟悉？好像小米手机是吧？下边还可以做字啊，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啊。当然，它为了这个防烧屏呢，它这个也是来回动的。它这个开机速度大家感受一下啊，我现在关机，哎，进入息屏显示了啊。好，开机。非常非常快啊！还有就是大家非常关心的就是广告，非常遗憾的告诉大家，开机还是有广告。简单总结一下，作为电视方面的这个高端产品呢，如果大家感知不是太强的话，也不太了解这个电视市场的话，我给你换算成手机市场，这就是相当于6-7千块钱的手机这种感觉。它的价格啊，确实也是够便宜的了。这个12999，这已经算是在这个价位段、这个配置上面非常便宜的这个价格了。看一下这个是吧，75的甚至这个更大的这个价格直接就飞起来了啊！还是强烈建议大家去线下看一看，尤其是声音和画质啊，无论我怎么跟你讲，这个视频里边真的是极难体现的。OK， 更多内容和精彩的记得关注我们的 B 站、新浪微博和微信公众号，都搜索小白测评就可以了。尤其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数据库商城都在里边。不过关注你，小白测评，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